由斯皮尔伯格监制的科幻美剧《等一周的光环》第2集高能来袭，士官长为了拯救被星盟灭族的关亚，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头号通缉犯。为了躲避军队的追捕，他们离开了华裔空间，进入了一个小行星场。只见无数巨大的陨石漂浮在半空，正在高速的进行不规则运动。好在士官长技高一筹，在小行星相撞的前一刻冲进了另一片星域。只见无数陨石如同氢气球般拴在小行星上，这里正是士官长此行的目的地——混乱之都废墟。废墟里没有警察，没有政府，没有责任，所有居民拥有绝对的言论自由，他们只需要不定期执行赏金任务，就可以在这里衣食无忧的生存下去。只不过这里的人并不欢迎身为斯巴达战士的士官长，他们纷纷举起枪要把2人赶出去。关亚被这么大的阵势吓坏了，想劝说士官长离开这里，可是官长无视了众人的威胁，执意要见到他们的老大。愤怒的平民不敢对斯巴达动手，只能安排同伴用货柜堵住2人的去路。没想到士官长瞬间化身绿巨人，硬生生推开了数吨重的障碍物。巨大的争吵声吸引了废墟老大的注意，他示意手下放下枪，和士官长热情地攀谈起来。原来他们年少时都是安理会的斯巴达战士，但因为废墟老大发现安理会往斯巴达身体内注射药物，让他们在执行任务时使用杀伤力极大的反人类武器。他不想成为被安理会控制的傀儡。多年的好友因为理念不合就此分道扬镳。废墟老大希望士官长趁此机会脱离安理会，摆脱他们的控制。可责任心极强的士官长并不打算接受这份建议。他此行的目的是希望废墟老大能研究出黑色物体的来历。虽然废墟老大也没见过这种东西，但他前段时间俘虏了一个为星盟工作的人类，也许他知道黑色物体的来历和用处。士官长跟着废墟老大来到监狱，把黑色物体摆放在男人面前。不料他的神情开始变得癫狂，拿起手边的东西便准备把它砸碎。好在士官长激发了黑色物体里面的能量，而他的意识再次陷入了回忆。这次的时间比以往都要长。他看到了早已去世的父亲，正在认真地教他作画。等士官长回过神来，发现男人正痛苦地倒在地上。他说黑色物体是星盟发现的武器，而开启它的钥匙就是士官长制作的头像和戒指。黑色物体已经被激活，肯定会遭到星盟大军无休止的追杀，而阻止这场浩劫的唯一办法就是摧毁黑色神器。但是官长也会因此死亡。为了拯救幸存的人类，士官长不顾好友的劝阻，返回了安理会的基地。而安理会也通过卫星系统发现了他的踪迹。士官长刚下飞船就被戴上手铐关了起来，而那件神器也被凯瑟琳放进了实验室。他认为神器对改造斯巴达有决定性的作用。就在2人商讨神器的用处时，星盟的战士正在向3位长老汇报神器被激活的消息。神器是他们需要的最后一块基石，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抢回来。在人类军师的建议下，这场星球大战也正式拉开了序幕。这是斯巴达战士最残酷的训练，一群7、8岁的孩子衣衫单薄地在冰天雪地里晨练。虽然天气非常寒冷，但他们却不敢逃跑，因为他们是未来拯救人类的唯一希望。可小时候的士官长却是个例外，他因为拒不参加训练被关了禁闭，因为同伴说他们都是被逼迫来这里的。他想回家陪在父母身旁，可凯特琳却说未来有一个任务在等待着他，他将带领所有斯巴达战士拯救即将消亡的世界。为了搞清楚预言的真相，他驾驶飞船回到了曾经的故乡，这里本是士官长父母建立的殖民地，但因为星盟的入侵沦为了一片废土。他根据记忆找到了父亲埋藏宝物的地方，从里面挖出了一个白色箱子，只见里面装着无数一模一样的图纸。根据上面的签名，士官长才发现都是自己画的。因为记忆受损，他根本搞不清画图的目的。于是士官长走进曾经的房间，让科塔纳利用视觉数据把房子模拟到之前的样子。在虚拟环境里，他看到了正在作画的自己。父亲询问他画的是什么，可小时候的士官长却闭口不答，而是跟着白狼来到了一处洞穴。他伸出手想要触摸神秘的发光物体，没想到洞穴却发生了坍塌，而科塔纳早已停止了投射。现在士官长看到的所有画面都不来自于他。凯特琳顿感不妙，及时唤醒了沉浸在虚拟环境的士官长。士官长大口喘着粗气脱下了头盔，原来他小时候就见过神秘基石，这也是安理会选中他的原因。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凯特琳，可凯特琳却警告他，触发过去记忆会破坏身体的稳定性，会经常分不清幻境与现实。为了帮助士官长恢复正常，凯特琳命令科塔纳对士官长进行了大脑扫描分析，发现他的杏仁核中神经簇重新开放了，这表示他的情感和记忆产生了混合。就在他准备带士官长返回安理会基地治疗时，士官长却把图纸扔给凯特琳，驱车带着他赶往了另一处基地。这里正是士官长小时候看到的洞穴，只见巨石内部存放着一块神秘基石，这也合理解释了士官长为什么能触发星盟丢失的基石。就在凯特琳震惊他们的发现时，安理会为了研究出士官长能操控神秘基石的原因，特意找了3名斯巴达战士，让他们根据指令触摸文物，可尝试了很多遍都没有看到任何反应。这也证实了多年前的那则预言，士官长终究要带领斯巴达战士拯救即将毁灭的世界。光环第5集高能来袭，星盟与安理会的大战终于拉开了序幕，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源自于士官长的发现。他们在小时候游玩的山洞发现了一件神器，根据现场物理学的分析，它产生的能量远远大于马德里基石的价值。考虑到伤害规模和士官长的安全，
凯瑟琳把这项发现告诉了安理会，他们组织了大批兵力封锁现场，企图利用高密度激光束把巨石中的神器切割出来。可激光束刚一接触透明罩，就爆发出了强大的能量，差点摧毁了整个山洞，甚至连监控室的电磁波都受到了干扰。看着即将炸裂的神秘巨石，安理会的士兵纷纷逃出山洞，可是官长却推开众人冲了进去。只见神器外部的透明罩轰然碎裂，不停地向外界发散信号。正在寻找基石的星盟先知也感受到了这股能量，在权杖的帮助下成功锁定了士官长的位置。而此时的凯瑟琳还不知道危险已经接近，正准备把挖出来的神器送往安理会基地。可是官长还没找回丢失的记忆，他不甘心让安理会坐享其成，想让科塔纳侵入系统调查自己被收养的消息。可所有来自瘟疫的文件都丢失了，就连关于斯巴达战士的起源都没有。安理会好像在刻意隐瞒某种真相，于是士官长冒着丢失生命的危险触摸神器，果然在回忆中找到了真相。他发现是凯瑟琳绑架了小时候的自己，并用一些东西取代了他。士官长当然不再相信他的鬼话，举起拳头就要干掉凯瑟琳。好在最后一刻，科塔纳关闭了士官长的神经桥，让他陷入了深度昏迷。就在凯瑟琳考虑如何处理士官长时，星盟的飞船对安理会发起了攻击，无数枚炸弹被投放到山洞，整个战场变成了人间地狱。苏醒过后的士官长立马带着斯巴达战士加入了战场，但星盟怪物的数量实在太多，很快就突破了他们的防线。为了减少陆战士兵的伤亡，士官长命令队友重火力压制，企图摧毁星盟飞船的登陆区。可没想到这些怪物不仅无惧生死，还会发射暴雨梨花针的暗器。看着队友在面前化为灰烬，士官长扛起飞船砸向了星盟的飞行器。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虽然干掉了很多小杂鱼，但神器也丢在了战斗区域。就在士官长准备抢夺时，一头体型硕大的星盟巨兽拦住了他的去路。士官长向科塔纳索要武器反击，可这种伤害根本打不开巨兽的防御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带着神器逃跑。